饮自测，喝酒，有这4种情况，别不承认你已经是酗酒者。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喝酒似乎成了一种减压的常见方式，甚至成为许多人社交放松的必备环节。然而，饮酒带来的短暂快感背后，可能隐藏着深不见底的陷阱。对于那些不知不觉中被酒精控制生活的人来说，适量的饮酒早已被超量替代，逐渐演变成了无节制的酗酒。4种迹象可能正悄悄提醒你已经陷入了酒精的深渊，侵蚀着你的健康、工作、家庭关系，甚至让你失去对生活的掌控。那么，这些信号是什么？又会造成什么影响？你敢不敢面对这些信号，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酒习惯？1. 每日饮酒，酒精成瘾的初步信号。每日饮酒是酒精依赖的一个关键特征。对于一些人来说，饮酒从偶尔为之逐渐演变成每天必须，即使在没有特别情境下，也要饮上一杯。早期的饮酒可能仅限于晚餐时的小酌，但随着依赖的逐渐加深，饮酒的时间不再固定于某个时间段，甚至可能蔓延到早晨或白天。每日饮酒不仅表现为频率的增加，时间的自由度也逐渐提高。比如清晨需要酒精才能唤醒精神，甚至在工作前或工作中偷偷饮酒，以期保持清醒或镇定，这说明饮酒行为已超出自控范围，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种每日饮酒的模式通常是酒精依赖的一个早期信号。如果不加以控制，饮酒行为将越来越频繁，酒精的摄入量也会逐渐增加。这种每日饮酒的习惯会导致身体对酒精的依赖性增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每次摄入酒精后，虽然短暂获得了轻松的感觉，但当酒精效用消退时，身体便会产生不适，迫使人再次饮酒来缓解这些不适症状。这种依赖不仅是心理上的满足，也是生理上的需求。2. 饮酒量逐渐增加，不断提升的酒量需求。如果你发现自己饮酒量逐渐增加，这也是酒精依赖的重要表现。最初可能只需1杯酒就能感到满足和放松，但随着时间推移，1杯不再够了，必须增加到2杯甚至更多，才能获得最初的那种效果。长期饮酒会导致身体对酒精的耐受性逐渐增强。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达到相同的醉意或放松效果。这种增加的饮酒量并非一日形成，而是在不断饮酒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身体对酒精的耐受性增加，意味着酒精的作用已在身体内部产生化学变化，神经系统对酒精的反应不再敏感。此时，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增加饮酒量，试图追求最初饮酒时的快感或满足感。正因为这种量的不断增加，酗酒者容易逐步走向重度饮酒的道路。而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身体的负担也加重。长期的高强度饮酒对肝脏、胃部和心血管系统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肝脏作为代谢酒精的主要器官，在长期超负荷工作下，易发生酒精性肝损伤，甚至演变为酒精性肝硬化。胃黏膜也会受到酒精的持续刺激，导致胃炎或溃疡的风险增加。3. 难以戒断，戒酒后的戒断反应。当一个人尝试减少或停止饮酒，但发现难以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不适时，这也是酒精依赖的典型表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被称为戒断反应，是身体因突然减少酒精摄入量而产生的反应。戒断反应的出现说明身体已经对酒精产生了生理依赖，已不再是单纯的心理依赖。戒断反应包括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表现，轻者会感到头痛、恶心、出汗、手抖等不适，重者甚至会出现焦虑、失眠、易怒。严重的戒断反应还会出现癫痫发作等情况。戒断反应的强度因人而异，但普遍上来说，长期饮酒者的戒断症状会较为明显，而且这些症状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使得戒酒变得十分困难。这些戒断症状的出现会使人难以控制自己再次饮酒的冲动，很多人无法忍受这种不适，重新开始饮酒，从而形成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戒断症状带来的痛苦让酗酒者产生对酒精的生理依赖，这种依赖是酗酒难以戒除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在戒酒治疗中，戒断反应也是一个需要通过药物和心理干预来缓解的过程，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戒酒失败。此外，
频繁的戒断反应会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损害，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系统。长期反复戒断会增加患上酒精依赖性神经损伤的风险，导致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下降。这种依赖使得酗酒者很难在没有专业帮助的情况下自主戒酒。4. 酒精影响生活和工作受损。酒精依赖不仅对身体有害，更重要的是会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酗酒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难以专注于工作或家庭，他们的生活逐渐被酒精支配，甚至无法正常完成日常任务。无论是工作上的失误，还是与家人、朋友关系的恶化，都是酒精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工作场合，酗酒者往往会因前一晚的酗酒而出现精神萎靡的状态，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在关键时刻无法全力以赴，错失机会。同时，由于酒精导致的情绪波动，他们在职场中的人际关系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无法与同事和睦相处，导致工作不稳定，甚至面临被辞退的风险。家庭生活中，酗酒者也会因酒精的影响变得疏离和冷漠，无法正常参与家庭活动，甚至因为酒精的作用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与家人发生争执和冲突。长此以往，家庭关系会逐渐破裂，亲人对酗酒者的信任感和亲密感会下降，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在社交方面，酗酒者往往会因为频繁的饮酒行为疏远朋友，酒精使他们的行为变得不可预测，容易情绪失控，甚至在社交场合中出现失态的行为。这不仅会让朋友对他们产生疏离感，也会逐渐失去社交圈。酒精依赖的医学干预手段。酒精依赖的治疗通常需要多学科的干预，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药物治疗可以帮助缓解戒断反应，常用的药物有苯二氮卓类药物、抗癫痫药物等。这些药物可以平稳神经系统的功能，减少戒断症状的发生。对于一些戒酒意志较强的患者，医生可能会使用抗酒药物，通过阻断酒精在体内的代谢途径，让饮酒者在饮酒后产生不适反应，从而抑制其饮酒欲望。心理治疗在酒精依赖的治疗中也非常关键。心理咨询师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患者认识酒精对身体和生活的负面影响，鼓励患者建立健康的应对方式，取代酒精对情绪的影响。心理治疗往往与药物治疗结合进行，提高戒酒的成功率。行为干预也是治疗酒精依赖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规律的生活方式，帮助患者减少酒精的诱惑。行为干预通常涉及改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锻炼、定期参加社交活动等，以此丰富生活内容，分散患者对酒精的注意力。行为干预在酒精依赖的康复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帮助患者逐渐摆脱酒精的束缚，重获正常生活。总结，酒精依赖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隐蔽的过程。很多人在意识到问题时，往往已经深陷其中。酗酒的4大信号：每日饮酒，饮酒量增加，戒断困难，生活受损，不仅是在提醒个人对酒精的依赖程度，也是为每一个人敲响的健康警钟。酒精对大脑、神经系统、主要器官的损害不可逆转，不仅影响到身体健康，更对生活、工作、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医学研究表明，酒精依赖是一种成瘾性疾病，戒酒需要多方面的干预与治疗，尤其是药物、心理和行为干预的综合治疗。只有早日识别这些危险信号，才有可能及时采取措施，远离酒精的控制，回归健康的生活。预防酒精依赖，从识别自身的饮酒习惯开始。